公司大会上，刘总亲自颁发年终奖。苏妹，奖励现金30万，手机1部；许大强，奖励现金50万，笔记本电脑1台。每念出一句，台下都掌声如雷，直到念出我的名字。接下来是销售部今年业绩最差的一位陈岩，他没有现金奖励，只有鸡屁股10只。全场瞬间哄笑，刘总也鄙夷地看着我。整整1年，你一个单子都没签成，能拿点鸡屁股不错了。实话告诉你，要不是看在我爸面子上，早把你炒鱿鱼了。然而我却笑了。那不劳刘总费心，我现在就辞职好了。大会召开前，我经过茶水间时，听到了里边的嬉笑声。真的假的啊？刘总真叫人买了1盒鸡屁股当年终奖？千真万确，助理小刘亲口说的，还是特意去农贸市场买的，说超市里的不够原汁原味。询问的是客服部的张倩，回答的是他的同事王丽。天啊，这到底是要给谁的惊喜啊？也太损了！还能有谁？去年风光无限的销冠，今年交白卷的那位呗。张倩闻言很惊讶。陈岩，不至于吧？他去年可是给公司立了大功的。王丽却十分不屑。那今年呢？陈岩今年可是一个单子都没有签下来，刘总当时就撂了话，说公司不养闲人，年终奖要敲打敲打。他还说了，这叫刺激疗法，顺便给全公司提个醒。闻言，我怀疑自己听错了，因为我就是那个今年交白卷的闲人陈岩。半年前，老刘总病重去世，他刚回国的女儿柳如烟接任公司。第一天，柳如烟就把我叫进了董事长办公室，递过一份文件。陈岩，我爸生前常夸你，说你是公司最能扛事的人。这个大客户很难缠，公司里其他人我觉得都不够格。想来想去，只有你能试试。这个客户确实是业内出了名难啃的硬骨，但手里的订单都是上亿的，只要拿下，公司业绩至少翻番。刘总，这个案子需要投入全部精力，而且周期可能会很长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建议你把手头上的客户全转出去，先交给苏妹和许大强他们跟进。从今天起，就专心攻这一个客户。公司需要一场漂亮的胜仗来稳定人心，尤其是这个时候。陈岩，我相信你的能力，别让我失望，也别让我爸失望。最后那句话让我想起老刘总弥留之际叮嘱我照顾好柳如烟的话。于是我点了点头，接受了这个客户。从那天以后，我几乎住在公司，白天拜访客户，晚上研究对手，半夜修改方案。原有的客户资源平稳移交给了苏妹和许大强，业绩也都算在了他们名下。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这个大客户上，进展缓慢，挫折不断，但曙光并非没有。就在上周，对方的负责人赵总终于松口，表示我的最新方案打动了他们，现在只剩内部会议通过了。把这个好消息汇报给柳如烟后，我原以为这半年来的努力终于要有回报，可没想到在柳如烟这里，这一切努力只值10只鸡屁。下午2点，公司年会暨年终表彰大会准时开始。柳如烟坐在台上，妆容精致，笑容得体，主持人则一个接一个的喊：苏妹，年度销售亚军，奖励现金30万，最新款手机1部；许大强，年度销售冠军，奖励现金50万，高端笔记本电脑1台。突然，他顿了顿，接下来是销售部一位业绩比较特殊的同事。此话一出，会场稍稍安静了些，而柳如烟主动拿过话筒。接下来是销售部今年业绩最差的一位，他没有现金奖励，只有鸡屁股10只，请陈岩上台领奖。一瞬间，所有的目光聚焦了过来，有好奇，有情，但更多的是幸灾乐祸。柳如烟很快拿起一个塑料盒，往前递了递。陈岩，过去1年，你的业绩大家有目共睹。实话告诉你，要不是看在我爸的面子上，别说鸡屁股，我早让你走人了。公司不养闲人，这个道理我希望你和在场的每一位都记住。话音刚落，台下便哄堂大笑，而我默默看着柳如烟，感到一阵空虚和愤怒。刘总，这是几个意思？羞辱我？意思不是很清楚吗？奖励你的业绩啊！我不是羞辱你，职场本就靠本事说话，你一个单子都没签成，凭什么要求尊重呢？给你10只鸡屁股，就是让你清醒清醒。此话一出，我心中的最后一点责任和鸡蛋也烟消云散，全场也陷入了寂静，默默看着我和柳如烟。最后，我无奈的笑了。刘总说的对，职场靠本事说话。感谢公司过去的培养，以后不用劳刘总费心，我现在就辞职好了。话音刚落，会场立刻爆炸。苏妹第一个开口：陈岩，别冲动啊，现在外面行情多差，工作不好找啊。许大强也附和道：陈岩，刘总话是重了点，但也是为你好，你这一走，不是跟钱过不去吗？甚至连王丽都站了出来。就是啊，陈哥，公司平台多好，你出去可未必有这个待遇了。其他同事也七嘴八舌的劝，直到柳如烟抬手示意。陈岩，你以为辞职能威胁到谁？我告诉你，公司离了谁都能转。别以为自己有点资历就可以倚老卖老，我的公司不需要蛀虫。如果你真想走，今天就可以滚。不过不是你主动离职，而是我炒你鱿鱼。这下全场更爆炸了，全部看向了我，但我却点了点头，十分平静。谢谢刘总成全。说完，我转过身，径直朝会场出口走去。回到办公区后，我开始收拾东西，因为大半年来心思全在那个大客户上，我的私人物品少得可怜。拉开抽屉时，我发现里面躺着一个旧相框，那是老刘总在世时一次项目庆功宴的合影。照片里的老人笑得开怀，
左手边是我，右手边是还在上学的柳如烟。我看着一会，最后还是将其丢进了垃圾桶。办完离职手续后，我刚走出行政部的门，就听到身后传来的笑声，是行政部经理和人事主管，他们语气里满是戏谑。行政部经理，你看见刚才陈岩那脸色没？跟吃了苍蝇似的。看见了，能看不见吗？刘总这招真是绝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刘总也真够狠的。陈岩好歹是功臣，功臣那是以前，我跟你透个底吧。这是从刘总刚接手那会就定下了。刘总私下说过，陈岩一个人就包揽了公司近半的客户资源，这不是个定时炸弹吗？所以设计了个陷阱，把哪家大客户给了他。业内谁不知道那家公司难缠，骨头硬得很，跟了也是白跟。刘总还特意让他把手里现有客户都交出来，本以为他怎么也得讨价还价一下，结果这傻瓜二话不说就接了。苏妹和许大强那俩嘴都笑歪了，白捡那么多成熟客户和业绩，我的天啊！所以这半年他白干了，还得背个零业绩的锅，可不就是白干了吗？刘总要的就是这个结果，零业绩，年底才好名正言顺收拾他。既立了威，又拔了眼中钉，杀鸡儆猴，这道理你不懂。听到这些，我感到浑身发抖。原来如此，我的忠诚，我对老刘总的承诺，我全心投入的努力，在柳如烟眼里不过是愚蠢又好用的工具，真是一场完美的算计。但我此刻已不想过多计较，尽快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地。怎料刚到楼下，就被一声大喊喝住了。喊我的是保安队长，他带着2个年轻保安挡在了我面前。王队长，有事？陈岩是吧？你现在不能走，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的随身物品和手机。我闻言一愣，检查？我的离职手续已经办完了，个人物品也经过行政部确认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按规定，离职员工需要接受检查，防止携带公司机密文件或财物离开。此时，周围已经有不少人被吸引围观，我的声音也冷了下来。我在这里工作了几年，从没听说过离职时有搜身这个规定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闻言，我的火气终于压不住了。凭什么？拿出公司明文规定来，否则谁给你们的权利搜身？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，是我给的权利。我回过头，看到柳如烟带着苏妹和许大强2个狗腿子朝我走了过来。陈岩，你现在已经不是公司员工了，公司有理由怀疑你在职期间私自拷贝了不该带走的资料。刘总，我所有的项目资料都在公司系统里，交接清单，行政部也有备份。你有什么证据怀疑我？怀疑不需要证据，预防风险是管理者的责任。还是说你心里有鬼，真拿了什么不该拿的？我忍不住狂笑。那如果我不同意呢？柳如烟的笑容瞬间消失，狠狠瞪着我。不同意？那你就别想出这个公司大门，我可以报警告你涉嫌窃取商业机密，到时候就不是搜身那么简单了。气氛瞬间变得剑拔弩张，我们僵持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一辆黑色豪车突然开到了门口。黑色豪车停在了大门正前方的贵宾车位上，打开了车门，来人正是赵总。柳如烟一开始十分惊讶，但很快迎了上去。赵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也没提前通知一声，我们好准备接待。但赵总只与他简单握了握手，随后看向我。陈岩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公司内部会议刚通过决议，你的方案最终胜出。说完，他才注意到我手里抱着的纸箱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要辞职？我还未出声，柳如烟已抢先一步。赵总误会了，陈岩是我们公司的骨干，怎么会辞职呢？公司正准备委以重任，调他去新成立的分公司担任负责人，这是刚给他配发的一些新办公用品。他边说边用眼神示意我，但我却毫不犹豫地戳破了谎。赵总，我不是调任，是被公司辞退了，现在正要离开。闻言，赵总脸上轻松的笑容消失了，他看看我，又看看脸色尴尬的柳如烟。柳如烟顿时陷入慌张，不知该如何解释。这时，2个狗腿子凑上前帮忙了。赵总您好，您是为了南城那个大项目来的吧？真是太好了。陈岩之前确实跟过一阵子，不过他最近个人有些规划，是自己主动提出要离开的，跟刘总跟公司绝对没有任何关系。后续这个项目由我和苏妹负责跟进，您有任何要求，随时跟我们沟通就行。2人一唱一和，极力想把话题拉回合作。赵总沉默片刻，还是答应了。既然来了，那就谈谈吧。柳如烟顿时如释重负，带着他进了办公楼，而我默默转身，在众人注视下离开了公司。然而我刚回到家，柳如烟便打来了电话。接通后，柳如烟的声音前所未有的客气。陈岩，你现在在哪？刚才可能有些误会，你现在回公司一趟，赵总的项目需要你参与。刘总，我已经离职了，公司的项目与我无关。柳如烟瞬间急了。陈岩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但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。赵总明确说了，前期对接一直是你，所以更信任你的专业判断，希望接下来由你主导沟通。这是公司的重要项目，关乎大局，个人情绪先放一放。你马上回来，之前的事我们可以再谈。闻言，我忍不住笑了。谈什么？谈怎么用鸡屁股发年终奖，还是怎么让保安搜身？刘总，你的公司、你的项目、你的大局都跟我没关系了，我已经不是你的员工，没有义务再为你顾全大局。柳如烟顿时被噎住，但依旧愤怒。陈岩，你别不识抬举，我这是给你台阶下。你以为离了你地球就不转了？我告诉你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苏妹焦急的声音：刘总，不好了，赵总他说临时有急事，合作细节改日再议，已经先走了。这下柳如烟彻底不装了，对着我怒吼：
陈岩，都怪你，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给你脸不要，非要搞砸这么大的项目你才甘心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让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以我在行业里的关系，你以后在这个圈子根本混不下去。说完了没？随你便。然后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跟过去一刀两断。那通电话之后，世界清静了几天。我也联系一些过去的业界朋友，准备寻找一份新工作。虽然柳如烟放了狠话，但这个行业毕竟是凭本事吃饭的，终究不是谁能一手遮天。1周后，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打了进来，我接起后，发现居然是赵总秘书打来的。赵总邀约我见一面，地点是一家环境清雅的茶室。我到的时候，赵总已经在了。陈岩，这里安静，说话方便。几句寒暄后，赵总切入正题。那天在你们公司楼下，情况我大概看明白了。柳如烟这个人格局太小，做事太绝，不是长久之计。我很欣赏你的能力和做事的态度，所以合作方我只认你。但现在看来，你原公司那边已经不是合作平台了。我点点头，赞同他的看法。赵总见状笑了，正好我们集团最近在筹划拓展一块新业务，需要组建一个核心团队。这个新公司的负责人位置目前还在物色，不过我认为你很合适。如果你有兴趣，我们可以详细谈谈，待遇会按照行业顶尖标准来配，并且给你充分的决策空间。这个提议确实出乎我的意料，我沉默了片刻，没有立刻回答。赵总也不催促，不必马上答复，你可以好好考虑。临走，他意味深长地说了句：“你的老东家可能不会长久了。”当时我不太理解这句话的含义，直到几天后门铃响了，开门一看，居然是苏妹和许大强。苏妹和许大强脸上堆着笑，手里还提着包装精致的果篮和茅台。一见到我，苏妹立刻笑道：“陈哥，之前公司里的事是我们不对，您别往心里去。”许大强也赶忙点头。对，今天特地来赔个不是，大家同事一场，过去就过去了。我没接话，也没接理会，两人互看一眼。苏妹试探着问：“陈哥，最近工作找得怎么样了？”还没找到。闻言，许大强大喜。那正好，刘总其实一直挺惦记你的，之前就是一时冲动说了些气话，他这几天想明白了，还是觉得你是公司最难得的人才。是啊，陈哥，刘总想请你回公司复职，职位好说，直接担任销售总监，薪资待遇都可以谈，肯定比你之前高。我顿时忍不住笑了。现在我终于明白赵总那句话的意思了，是不是公司最近遇到大麻烦了？闻言，两人笑容僵在脸上，支支吾吾起来。也不算大麻烦，就是一些正常业务波动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从他们身后传来：“行了，别遮遮掩掩了。”只见柳如烟从楼梯转角走了出来，她看起来有些疲惫，走到我面前。陈岩，公司最近确实出了点问题，一些老客户取消了合作，几个主要供应商也暂停供货。我托了不少关系才知道，是赵总故意放话，说我们公司排挤功臣，不值得信任。说到这，他像是下了很大决心。我不求你原谅，但只要你肯回来，条件随你开，薪资翻倍，不3倍，再补发你100万的现金。苏妹和许大强也在一旁连连点头，眼神热切。然而我的话却让他们愣住了。我看着柳如烟，摇了摇头。刘总，我不会回去的。柳如烟脸色瞬间白了，但还不死心。陈岩，你再考虑考虑，就算不看我的面子，也看在我爸的面子上，你忍心看着他一手创办的公司倒闭吗？苏妹也跟着劝。是啊，陈哥，老刘总对你多好，你就当帮帮他，帮帮公司。但我还是摇头。老刘总对我好，我记得，所以半年前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你。我拼尽全力去跟那个最难啃的客户，你让我交出手头所有客户，也一句怨言都没有。我报答他的方式是尽力帮他女儿站稳脚跟，是尽力把公司带出难关。可你是怎么对我的？你把我的忠诚当成愚蠢，把我的付出当成算计的筹码。你当着全公司的面用10只鸡屁股羞辱我，让保安搜我的身，看我的手机，这些难道都是看在老刘总的面子上？对于我的话，柳如烟哑口无言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你现在来找我，不是因为你认识到了错误，而是因为公司要倒了，你需要我来救急。我问你，如果你父亲还在，看到你今天这样对待他曾经最信任的人，他会怎么想呢？此话一出，柳如烟脸色彻底灰败下去，眼底最后那点强撑的气势也散了，而我也开始送客。你们走吧，我要休息了，礼物也带回去，这么贵重，我可受不起。说完，打开了门，静静等着柳如烟的动作。此时此刻，她彻底慌了。面对我的逐客令，柳如烟还想要挣扎一下，但最终却什么也没说出口。苏妹和许大强也哑口无言，不敢再看我。最终，柳如烟转过身，一步一步走下楼梯，再没了从前那种盛气凌人的姿态。苏妹和许大强也低着头，匆匆跟了上去。等他们都离开后，我拿出手机，拨通了赵总的电话。赵总，是我，陈岩。赵总声音带着笑。他们是不是去找过你了？没错，他们刚走，谢谢赵总为我出头。客气了，我不过是说了几句实话。这个圈子不大，做事太过分，总会传开。怎么样，我之前的提议考虑的如何了？考虑好了，我选择加入。闻言，赵总愉快地笑了起来。好，我就等你这句话。至于具体细节，明天来我公司详谈。对了，新公司筹备的差不多了，团队也在组建，你过来就是项目总负责人，全权把控。我相信你的能力。我连忙感谢，谢谢赵总信任。其实你应该感谢自己，正是你持之以恒的努力才会打动我，让我选择跟你合作。也正因如此，
才会有今天的结果。不说了，合作愉快，陈总。挂了电话，我感到一种久违的轻松。这一刻起，我才真正的脱离了旧公司，摆脱了阴影，而我在新公司的旅程也才刚刚开始。3天后，我正式入职赵总集团旗下的新公司，职位是副总裁兼项目总经理，负责整个新业务板块的开拓。团队很年轻，但有冲劲，资源充足，权限也足够。我很快投入工作，带着团队梳理方向，搭建架构，推进合作。过去半年跟赵总那边积累的信任和默契，此刻发挥了关键作用。项目推进的远比预期顺利，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扑在工作上。有时候深夜离开办公室，看着这座城市的灯火，会想起以前在老公司的那些日子，但念头只是一闪而过，便不再停留。半年时间转眼就过去了，新公司的首个大型项目成功落地，并在业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庆功宴安排在一家星级酒店，会场里灯火辉煌，人声鼎沸。我穿着得体的西装和赵总交谈。陈岩，干得漂亮，这半年辛苦你了，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我与他碰杯，脸上是淡淡的笑。就在这时，赵总的一位助理走了过来，低声在他耳边说了几句。赵总听了，微微挑眉，随即告诉了我，刚听到个消息，你那个老东家今天正式申请破产清算，听说负债不少，柳如烟个人好像也抵押了不少资产。我举着酒杯的手顿了顿，然后笑了笑，没说什么。赵总看着我，举起了杯，来，为我们的成功，也为新的开始。我与他轻轻碰杯，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宴会上依旧热闹喧哗，灯光璀璨。我望向窗外深沉的夜色，仿佛看见另一栋大楼里灯火正在一盏盏熄灭，但那已经与我无关了。